新婚夜，我发现了二婚老公的秘密。彤彤，别！婚前他给我的50克3金竟是假的。珊珊阿姨，我就是想看你的金首饰是不是真的。啊，彤彤，谁让你乱拿阿姨东西的？啊，这怎么回事？我可是花了5万买的，不可能是假的呀！当时在金店，我确实亲眼看见他转了5万。就是呀，生生啊，你是头婚，张硕是二婚，我们家对你有多重视，你也是知道的，怎么可能用假金子糊弄你呢？你这孩子，又是你那妈指使的吧？真的藏哪去了？你给我过来！我没有，这就是从他们窝室拿的。哎呀，这个小兔崽子就是从小被他妈惯的。老婆，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把首饰要回来。老公是二婚，但对我很好。彤彤是他和前妻的女儿，他没必要撒这种谎。我到底该信谁？时间不早了，春宵一刻值千金。这怎么回事啊？谁干的？张彤彤，你给我过来！又怎么了？大晚上的大呼小叫的。来，你看看，彤彤，这是你干的吗？对啊，我干的又怎么样？你，哎呀，彤彤啊，我不是你亲妈，你对我有意见，我能理解，但我也没得罪你吧？怎么没得罪？谁让你抢我妈妈东西的？啊！和老公的新婚夜，我却遭到8岁妓女的接连刁难。彤彤啊，我什么时候抢你妈妈的东西啦？就是这个呀，这是我妈妈结婚的时候用的，我之前在她衣柜里看见过。张硕，咱俩的婚床，你铺你前妻睡过的4件套，你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啊，妈，这怎么回事啊？哎呦，都怪我这记性，我那天收拾衣柜，还以为这套是新的。生生啊，妈跟你道歉，都怪我老婆子不中用，惹你不开心了。哎，我怎么就这么没用呢？哎呀，妈，爸走得早，就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置办结婚的东西，够不容易了。出点小错，生生应该也能理解。婆婆早年丧夫，一个人撑起一个家，确实不容易。生生啊，你千错万错都是妈的错，你可千万别怪张硕。哎呀，妈，我没怪他，哎呀，不是什么大事儿，您别太自责。哎呀，换一套不就行了吗？真是好硬啊！你说什么，彤彤？又胡说！别在这打扰你爸跟生生阿姨了，跟我回去睡觉。老婆，委屈你了，但毕竟彤彤还小，对你有敌意。你怎么来了？妈妈，哎，想妈妈了没有？慧慧，你怎么来了？新婚夜，老公前妻却不请自来，还真是你。听他的语气，好像认识我，可我明明和他是第一次见面。前夫结婚，我这个当前妻的当然要来恭喜一下。慧慧呀，妈知道你记挂彤彤，你放心，彤彤好得很，好不好？我自己会看。别紧张，我今天来是给我的前夫送新婚礼物的。给前夫送新婚礼物，他到底想干嘛？慧慧，咱俩都离了，你没必要。好歹夫妻一场，你新婚，我总得表示表示嘛。嗨，你说你那么客气干嘛？阿姨，你当年给我的6块改口费，我可没舍得花，就等。阿姨，你当年给我的6块改口费，我可没舍得花，就等着今天交给你的新儿媳妇呢。没想到待我还不错的婆婆，竟如此对待前儿媳。哎，你跟我出来！哎，你生生啊，有些事儿妈本来不想和你说的。哎，张硕的这个前妻呀，花钱大手大脚的很呢。她那一身行头确实不便宜。当初跟张硕订婚，光彩礼他们家就要了58万。所以那改口费，那58万，结婚之前就被他霍霍完了，改口费又要6万，你说我还敢给他吗？是不该给。哎，妈，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呢？要不是这58万抽空了家底，也不能不给你彩礼。不跟你说，也是怕你心里不舒服。好在你是个好孩子。妈，我们家呀不差这些，我也不在乎这些。我看中的呀是张硕这个人。那就好，那就好。生生啊，
张硕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太善良太单纯，离婚的时候这陈慧慧就对他恋恋不舍的，今天明摆着是来捣乱的。生生啊，你现在才是张硕的老婆，有些事儿还是得你出马。放心吧妈，我知道怎么做。不满前夫二婚，老公前妻竟上门示威。余生是吧？没必要这么紧张，放心，你的好老公跑不了。老婆，我有什么可紧张的？他不就是从你那儿跑到我这儿的吗？要紧张也是那些想吃回头草的人紧张才是。回去吧，老婆，不用跟他一般见识。是吗？那下次再继续讨论我们的小秘密喽。妈妈，我不让你走。哎呀，你别听他瞎说。干得好。果然，之前的一切都是他教彤彤干的。怪不得一开始这孩子就对我敌意满满。今天知道你来啊，我妈可是做了一大桌子菜呢。来，生生尝尝阿姨的手艺。谢谢阿姨，您辛苦了。阿姨，在我们家，我爸爸的老婆是不能上桌的。你什么意思啊？彤彤胡说。阿姨，在我们家，我爸爸的老婆是不能上桌的。你什么意思啊？彤彤胡说什么呢？我没说错呀，你们之前对妈妈就是这么说的。哎呀，我这个闺女啊，从小惯坏了，就爱乱说话。我看你是不饿，写作业去。咱吃咱的，别管他。干嘛呢，彤彤？彤彤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啊？是我听见爸爸和奶奶说，这个挂了也是占地方，我以为你们不要了，才拿来放。你瞎说什么呢？给我出来！哎呀，怎么办呀？擦不掉了。哎呀，这个兔崽子，看我怎么收拾他！后妈难当，原来是因为有个恶毒的亲妈。老婆，你没事吧？啊，我没事儿，但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什么问题啊？你跟你前妻到底有什么小秘密？其实不应该和你说的，但你确实有。但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什么问题啊？你跟你前妻到底有什么小秘密？新婚夜，老公前妻上门，难道是对前夫余情未了？其实不应该和你说的，但你确实有知道的权利。张硕，现在我才是你的合法妻子，你要是想和我好好过下去啊，就不应该有所隐瞒。好吧，其实彤彤他妈有病啊！说起来也怪我，当初跟彤彤妈结婚的时候没做婚检，不知道她有家族遗传的躁郁症。生下孩子之后，她情绪就不怎么稳定了，甚至好几次伤到孩子。彤彤身上现在还有被她烫过的疤。那道疤我见过，没想到竟然是这么来的。都说虎毒不食子，所以离婚的时候，彤彤判给了我，但她一直想把孩子要回去，所以才3番5次来纠缠。这么说，彤彤这孩子还真是怪可怜的。老婆，彤彤还小，我不想让她知道这些。哎，我懂，我不会说的。是啊，彤彤还小，容易受人蛊惑，我没必要跟她置气。老公，你放心，既然嫁给了你啊，我就一定会把彤彤当亲生女儿对待。老婆，辛苦你了。彤彤和妈妈聊完啦。哎，彤彤啊，彤彤饿不饿呀？阿姨别碰我！为什么都说后妈难当？彤彤，哎呀，算了，没必要。来日方长，彤彤毕竟还是个孩子，想要拿捏，无非花点心思。彤彤，你怎么来了？奶奶和爸爸呀，今天没空，阿姨来接你。上课累了吧？先喝着，等会儿阿姨带你去吃好吃的。妈妈说的没错，你还真是单纯啊！你说什么？没什么。彤彤，妈妈，哟，这不是我们彤彤的后妈吗？够殷勤的。不过我们彤彤不喝这些，对身体不好。哎，你
后妈又怎么了？你这个亲妈再好，不也伤害过？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没必要跟你这种人多说。这有些人啊，真是拎不清，人家根本没拿你当一家人，还在这上赶着当牛做马。你以为你在这挑拨是非，我会信吗？不信是吧？那你要不要回？男方的房子，女方该要求加名字吗？生生啊，来吃点水果啊！婚前他说过，婚房是自己全款买的。老婆，怎么不吃啊？老公啊，我能不能看看咱家房产证啊？那生生啊，这房产证有啥好看的？再说当时不是你说的不用加上你的名字吗？是啊，老婆，安心住下，别的不用管。看来他说的是真的。那房子没有我的名字，我知道，我主动要求不用加的。知道你不缺，不然他也不能娶你。但你可以跟他们要房产证试试，他们肯定不敢给你看，因为那上面是我的名字啊。张硕，房产证上是不是只有你前妻的名字？你怎么知道？我是不是说过，夫妻之间不能有所隐瞒？造孽啊！多拎不清的男人才会让现任住在前妻的房子里。你呀，离婚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你不要心软。你这个孩子，你怎么这么单纯呢？你非说她一个女人不容易，要把房子给她，结果现在寒了人家生生的心啊！哎呦，我当时觉得自己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的钱可以再挣，彤彤妈跟我夫妻一场，好歹给她未来一个保障。谁知道现在啊，老婆，骗你是我不对，但事情已经这样了，要打要骂都随你。哎呀，别这样。这事确实是我处理的有问题，但当时还没遇见你。再说了，一个男人要是连这点担当都没有，那还算是个男人吗？房子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何况我当初看中的的确是他的人品。生生啊，彤彤亲妈离婚之后过得不是很好，看到张硕又娶了你，心里嫉妒，肯定是想方设法离间咱们一家人。阿姨，我明白了，我以后啊不会再着他的道了。老婆，再怎么说，你从小养尊处优的，让你当这个后妈还是太委屈了。我们准备把彤彤先送到亲戚家住一段时间，孩子在。是不是所有女人都会被国家催生？老婆，妈也是为你着想，彤彤毕竟不是你亲生的，早点有个咱俩的孩子对你公平。没错。况且妈也是为了你身体考虑，早生才能早恢复嘛。哎呀，妈，您的好意啊，我心领了，但我不着急生孩子。为什么呀，老婆？如果你是担心彤彤，跟彤彤没关系，我呀就是不想身材走样，过2年再说吧，哈。不是啊！哎呀，本来以为你娶了个听话的。妈，别担心，既然他不急，那我们就给他一点危机感。哼，走吧，去接彤彤放学。那个，这几天先不用去接了。为什么呀？你把彤彤送走了？哎呀，我其实也不想。张硕，再怎么说彤彤也是你亲生的，你怎么忍心？是他非要去他妈那儿，我也没办法。彤彤在你前妻那儿。老婆，有些话虽然难听，但都是实话。我知道你想跟彤彤处好关系，但孩子毕竟那么大了，已经懂事了，而且那是他妈身上掉下来的肉，人家2个亲也是应该的。真那么亲？为什么偏在我嫁进来之后才把孩子带走？我看是故意气我。老婆啊，你没事吧？没事。你这个前妻还真是有意思，先是上门挑衅，接着又挑拨离间，现在又把孩子带走，看来是铁了心想把这个家搅得鸡犬不宁。所以咱还是得赶紧有个自己的孩子。不急，知道你跟妈是老好人，但一味忍让只会老公前妻处处挑衅，该忍吗？所以咱还是得赶紧有个自己的孩子。不急，知道你跟妈是老好人，但一味忍让只会助纣为虐，有些气必须出。哎，你去哪儿啊？哎，
老公和婆婆是好拿捏的软柿子，但我可不是好惹的。现在才来找我，你比我预想中要笨不少。少故弄玄虚，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我今天来是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哦，你想说什么？陈慧慧，你跟张硕都已经离婚了，于情于理都不该再来纠缠我们。纠缠？看来他们真是给你灌了不少迷魂汤。行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不就是想要钱吗？只要你能保证以后不来打扰，我可以花钱买个清净，你出个价吧。还真是人傻钱多，怪不得他这么着急把你娶进门。你钱我有的是，除了你们现在住的那套房子，我名下还有不下10处房产。如果不信，按你们家的实力，应该能查到这些。你觉得我会缺你这点钱吗？这不可能啊！人性面前没什么不可能。这套房子我之所以还让他们住着，是因为彤彤在他那儿，不像我女儿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不对，既然你这么有钱，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为什么还要来纠缠张硕，还怂恿彤彤跟我作对？你再仔细想想，彤彤真的是在跟你作对吗？既你处处针对我这个后妈，难道另有隐情？你第一次上门他就提醒过你，他们一家是怎么对待儿媳的。哎，阿姨，在我们家，我爸爸的老婆是不能上桌的。彤彤没说谎，因为当年他们就是这么对我的。可他们对我还挺好的。那是因为还没套牢你，他们的狐狸尾巴当然不会露出来。还有这些，你总不陌生吧？这不是我的3金吗？这么说，你真让彤彤……这些是我当年的3金，也是假的。这么说，彤彤当时……彤彤，别！他们会跟金店串通好，当着你的面转真金子的钱，其实根本就是拿套假金子糊弄你。我之所以这么清楚，是因为你上过的当，我都上过。这么说，床单的事儿也是他们故意的。就是这个呀，这是我妈妈结婚的时候用的，我之前在她衣柜里看见过。真有心的话，怎么会记不住那是用过的床单？他们只是不想再为你多花1分钱吧，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在骗婚。骗婚？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西方教义里，这代表誓言不作数。婚纱照，他不是真心想和我结婚，怎么可能？我说过了，人性面前没什么不可能。可他们这么做图什么？你有什么？钱。说起来，老公一家在钱上确实有点过分计较。生生，哎，露露啊，这2天真是辛苦你了。要不说你专业，这婚礼场地帮我布置的这么棒。咱俩谁跟谁啊？那个生生啊，有些事儿我觉得还是要跟你说一下。说呗，咱俩有什么不能说的？你之前婚宴不是订的6999一桌的最高档吗？对啊。今天你婆婆来换成了2399一桌的最低档啊。还有，你们之前不是说好了份子钱分开收，2家各家收各家的吗？今天你婆婆来把你们家的收款码也换成他们的了。生生，没事吧？没事儿，我婆婆跟我说过了，我给忘了。那就好，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哎，这个再往下点。我以为婆婆只是小家子气，现在看来，一切似乎真的有预谋。彤彤已经那样提醒你了，可没想到你还是反应不过来，所以我才找上你，告诉你改口费和房产证的事儿。老公前妻声称我被老公一家算计，他到底有什么目的？我知道空口无凭，更何况我是张硕的前妻，你有怀疑也正常。那你可以再看看这个。你这个新老婆比陈慧慧还有钱，到时候离婚是不是能分不少啊？在这个陈慧慧身上浪费了好几年，只有那58万的嫁妆进了咱的兜，咱也太亏了。哎呦，放心吧妈，那陈慧慧聪明，婚前还知道做财产公证，离婚的时候咱还没捞着啥好处，余生可别太急。恋爱脑一个，这次我不会再失手了。那就好，孩子呀，还是要赶紧催他生。我已经想到办法了，我准备把彤彤送到姨妈家，
骗他是彤彤亲妈接走了，再趁机刺激他一下。原来他们说的一切都是假的。他们以为自己天衣无缝，却忘了现在开的这辆车也是我的。我早在车上装了行车记录仪，老天有眼，让我留下了证据。他们应该也没想到我会直接来找你。哼，我还真是傻，就这么信了他们的鬼话。怪不得我爸当初说什么都不让我嫁，我还差点把他气进医院。你能来找我，说明你也不是那种任人拿捏的软柿子。虽然恋爱脑了点，但起码有魄力。既然现在你已经知道真相了，以你的性格，应该不会再让自己继续吃亏吧？当然，但我还有一个问题。说吧，只要我知。你为什么要帮我？虽然他没说谎，但这么费心帮我，着实有点说不过去。看来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啊！1年前，彤彤被判给了他。哎，小心！你没事吧？刚才太危险了。谢谢你啊。你是不是低血糖啊？来，喝点甜的就好了。没事，我不是低血糖，就是最近糟心事儿有点多，没休息好。虽然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事儿，但再大的事儿也没有生命重要。只有人好好的，才有力气跟一切坏东西抗争，守护自己想守护的东西。是啊，只有我好好的，才能保护好彤彤。你说的对，我以后会注意的。这就对了嘛。呀，我普拉提要来不及了，我先走了，记得照顾好自己。我想起来了，原来那个人是你啊！哎呀，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有点脸盲。那天要不是你，我可能就没命了。后来彤彤跟我说，张硕给他找了个后妈，给我看你们的结婚照，我一眼就认出了你。没想到你竟然会重蹈我的覆辙。既然你已经进了泥潭，那我能做的就是阻止你越陷越深。没想到还真有这种靠吸人血活着的臭虫，我竟然还跟他结了婚，想想我都恶心。好在你还没有孩子，现在离婚能把风险降到最低。婚当然好在你还没有孩子，现在离婚能把风险降到最低。婚当然要离，但现在还不是时候。遇到渣男骗婚，难道就这么忍了吗？可是你跟他结婚之前并没有做财产公证，婚后你的收入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越拖下去损失的只会更多。我知道，可是这口气我绝不会就这么咽下去。你难道想报仇？既然他们敢算计我，就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就这么结束，确实便宜他们了。他们对你做的那些，你难道就这么忍了吗？我帮我，咱俩的账一并和他们算一算。这里是……想要报复，就得先让他们放松警惕。这是我爸给我买的房子，我会答应加上张硕的名字，让他们搬进来，在我的地盘对付他们就容易得多了。可这样你就不怕他们到时候鸠占鹊巢？放心吧，饼谁不会画呀？你准备骗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他们能骗我们，我们怎么不能骗回来？我本来以为你就是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没想到这么有手段。有钱人哪会有笨的？我爸呀，从小就教过我一句话：被狗咬了，我们不能咬回去，但要把它的牙一颗一颗拔下来。之前是被他们的装模作样蒙蔽，得知被二婚老公骗婚，我准备瓮中捉鳖。这房子比那套大不少呢，有气派，这住起来多舒服呀！生生啊，你有心啦！妈，您这话就见外了，都是一家人。我手上既然有现成的房子，咱何必住在别人家房子里受委屈呢？也是，这一家人啊，不说两家话，夫妻一体，你的不就是张硕的吗？老婆，你说要在这房子上加我名字是真的吗？这么快就按捺不住了？当然是真的。哎呀，那天啊，听到你把房子让给你前妻之后，我就知道你是个负责任的好男人，还得感谢他有眼无珠，才能让我遇到你。房子加你名字啊，是我的诚意，也是啊，我准备跟你共度余生的决心。老婆，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生生啊，那你看你们什么时候去把名字加上啊？哦，对，爸爸，咱们什么时候去啊？哎呀，不急，哎呀，这刚搬过来，你不累，妈肯定也累坏了呀。这加名字哪有妈的身体重要啊？哎呀，先让妈休息休息再说啊。也是，那我扶妈进去歇一下。不是，哎呀，我不累，我不累，你拉我走干嘛呀？眼看着房子就要到手了。哎呀妈，什么事不能操之过急？我要是表现的把这房子看得比你重要，我在他心里的形象不就立不住了吗？咱要的难道就这区半套房子？你说的有道理，儿子，但看这丫头不像个脑袋灵光的，之前没嫁进来可以捧着供着她，但现在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总不能还被她压一头。婆家吃我的住我的，竟还要给我立规矩。哎，这哟，起来啦，生生，这一觉睡得可真够长的。习惯了，我一直都是这个点起的。妈，地上您收拾收拾呀，太脏了。不是妈不想收拾啊，哎呦，老毛病又犯了，我这个腰啊一弯就疼。这样啊，没事儿，那您歇着，我叫家政就行。叫什么家政啊，生生啊，知道你在自己家比较娇惯，但这女人结了婚就要有个贤妻良母的样子，不然传出去呀，惹人笑话。再说了，这结了婚，你的钱也是张硕的钱，可不能再跟以前那么个花法。这点小活还用花钱找家政吗？那您的意思是顺手的活儿你就干了，这多锻炼锻炼，对身体也有好处嘛。妈，其实我打扫也不是不行，只是最近手头上刚好有点零钱，哎呀，我嫌占地方。既然您不让我花，那这钱我还是留着吧。哎呀，呀，妈，您的腰好了。刚才突然就好了，那可太好了，这下您能自己收拾了吧？对了妈，我这地砖啊可是大理石的，得用抹布擦。那您先忙，我就睡个回笼觉。你跟我斗，干得好，就该让他自食其果。跟我来服从性测试那套，跟我来服从性测试那套，不，他们一家都不够格。你怎么在这儿？哎呀，老公，你可回来了！我刚才啊下楼碰到的他说来看彤彤啊。对，我来看彤彤的，孩子呢？老公，你不是说已经把彤彤送到他那儿了吗？怎么？本来是打算送他那儿去的，结果那天打他电话没打通，彤彤又突然想去找他表姐玩，我就给他送我姨妈家去了。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你前妻都来了，让彤彤跟他走呗。老婆，你不是还想跟彤彤增进感情吗？哎呀，那天不是你说彤彤已经懂事儿了，而且是他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跟他妈妈亲也是应该的。你说我要是非横插一脚，不用说增进感情了，恐怕彤彤会记恨我一辈子。哟，没想到你这新老婆还挺善解人意的，怎么人家都发话了，你还犹豫什么呢？行，我等会儿就把彤彤给你送过去。多谢了。孩子他不肯生，彤彤又被那陈慧慧带走了，这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你说我当时就不该把彤彤送走。行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当务之急还是得让她怀上才行，不生个带把的，怎么给咱老张家传宗接代？那你说怎么办？既然明着不行，那就还是来阴的。他不是既然明着不行，那就还是来阴的。他不是一直在吃避孕药吗？哎，你们聊什么呢？无耻国家为了拿捏我，能干出什么龌龊勾当？妈都做好饭了，咱赶紧吃饭吧。对，赶紧洗手，咱开饭。
这都是我去菜市精心挑选的新鲜菜。你们现在不是都讲究什么健康饮食吗？多吃点啊。好，生生吃不了辣，这个你吃。哎呀，不行，老公啊，你最近不是长痔疮了吗？不能吃辣。哦，对，妈，我最近痔疮确实有犯。那我，哎妈，您年纪大了，得注意养生，这辣的呀更不能吃。既然是健康饮食，大家就得一起健康。还等什么？开动吧！老婆啊，你这是干嘛呀？哦，忘记跟你说了，我换季了就会过敏，到晚上就痒得睡不着，怕影响你睡觉，我最近啊就去客卧睡了。可是，哎呀，咱俩刚结婚啊！哎，我也不想啊，可是我这过敏弄不好会传染。行，还是分开睡比较保险。我去客卧睡啊。还真让你说准了，维生素换避孕药，他们真是不择手段。老凄凉了。进来吧，阿姨。这谁呀，生生啊？妈，这是我找的朱家保姆张硕啊。平时工作忙，我又什么都不会干，就您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我实在是过意不去。哎呀，这得花多少钱呢？生生啊，我不是说过这钱要……人家生生愿意孝敬您，您就别管那么多了。哎呀，赶紧回屋歇着吧。不是，哎呀，你干嘛不让我管啊？那花的也是你的钱啊！妈，这点钱算什么呀？啊，你想想，既然你没办法指使他干活，他花点钱找别人干，你不也落个清净吗？哦，是啊，反正不用我干，那我也享受享受。你呀，就照我说的做。放心吧，惩治恶毒婆婆第一章：恶人自有恶人磨。老太太起床啦！怎么了？你地震了？4点了，你应该起床了。4点？你叫我起来干什么呀？8点再叫我。哎，那哪行啊？您这个年纪的人更得早睡早起，要不脑梗、脑血栓什么都找上门来了。你咒我呢？这些东西啊，我给您拿出去晒晒啊。哎呦，要不，哎，这满屋老人味儿也招人嫌弃不是？你，哎呀，妈，你怎么这么没精神呀？昨晚没睡好啊？还说呢，还不是你找的那个？你这是当我当垃圾桶呢？为了对付恶毒婆婆，我找了个比她还恶毒的保姆。哎呀，对呀，阿姨，你怎么能给我妈吃这些呢？就是，我儿媳妇给你付那么高的工资，你就是这么干活的？家里就剩这点面包和苹果了，也没来得及买，而且这个也没坏，一样能吃。那你也不能给我吃啊！老太太，您刚才也说了，是您儿媳妇给我付的工钱，这给钱的可是衣食父母，我总不能给她吃这些吧？哎呀，妈，其实阿姨这话糙理不糙，也没必要为难她。哎，要不这样吧，阿姨的工钱咱俩平摊，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哎，对对对，这样也行。哎呀，平摊什么呀？你说这一家人分那么清楚干嘛呀？吃这些就挺好，这苹果皮还有膳食纤维呢，多吃点，这些还只是开胃小菜。是谁在唱歌？蓝蓝的寂寞。小刘，这洗澡水怎么突然就凉了？哎呀，不知道你在洗澡呢，我这做饭呢。这不是我内裤吗？哟，老太太回来了，这楼上阳台晾不下，我看外面天好，就拿出来晒了。那你也不能把这个拿出来晒呀，左邻右舍看见了，我这脸还往哪搁啊？嗨，您这都半截入土的人了，还在乎这个呀？你什么意思啊？您要是怕丢脸呀，以后这些贴身的衣服您就自己洗，省得我笨手笨脚的惹您不高兴。你气死我了你！妈，你这怎么了？哎，这黑眼圈都耷拉到哪儿了？你天天4点起，你也有黑眼圈啊？哎呦，儿子，你跟你老婆说说吧，这保姆不能再用了。为什么呀？
刘阿姨挺周到的呀，还带了自己老家苹果给我们吃呢。她那是在你们面前装模作样。你要是还想让你妈多活几年，你就去说呀。说什么呀？哦，妈说不想用刘阿姨了，她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啊？生生，妈不是这个意思。妈，你是不是跟刘阿姨有什么矛盾啊？要是有你就说，我去跟她谈。没有，我就是觉得家里就这么点活，真没必要找个保姆。妈，我不是跟你说，你闭嘴。话是这么说，但再少的活儿也得有人干呀。我干，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干点活还能锻炼身体，不是？现在知道什么叫自食恶果了吧？哎呀，行，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就跟刘阿姨说，把她辞了吧。行，就是今晚上还不知道吃什么呢。你想吃什么，我去做。哎呀，谢谢妈。哎呀，倒也不用那么麻烦，简单来个什么宝塔肉啊、蒜蓉小龙虾什么的就行。行，我这就去做。这还不麻烦？看来余生这小蹄子没有那么好拿捏。这小子最近也不知道忙啥，心根本不在。啊！你们谁呀？怎么进来我家的？哎，这不是我的睡衣吗？瞎喊什么呀？不就件睡衣吗？就是啊，大惊小怪什么呀？怎么了，老婆？你看，小峰，哥，素未谋面的小叔子突然出现在我的床上。妈，你怎么把他弄来了？他是你亲弟，他不来谁来？生生啊，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张硕的弟弟小峰，他啊刚从老家过来，想在这边发展，这不刚来没找着住处吗？妈就自作主张把他先带到这儿了。那你也应该提前知会一声吧，招呼都不打，就让他们睡到我床上，还穿着我的睡衣。嫂子，你这话就说的不对了。你已经嫁给我哥了，我哥就是这家的男主人，我怎么在我哥家睡个觉还需要经过你同意？就是穿你的睡衣是看得起你，果然这女人年纪一大就爱斤斤计较。张晓峰，怎么跟你嫂子说话？哎呀，他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是我新交的女朋友娇娇，我俩这不是没钱开酒店了吗？没钱开酒店，看你就拿我这当酒店啊！好了，生生啊，小峰年纪小不会说话，但你这个做大嫂的得有度量啊！再说了，我刚来到这儿，人生地不熟的，我决定好了。再说了，我刚来到这儿，人生地不熟的，我决定好了，先在这住一段时间。谁同意？不行，我不同意。张硕，他可是你弟。妈，行，既然你这么无情，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就当我这么多年白养你了。你要赶你弟走，那我也一起走。我们娘俩不再是碍你的眼。哎呀，妈，看来这俩兄弟的关系并不算和睦，那倒正好可以利用一下。哎呀，好了，老公，你看你把妈气的，那气出个好歹怎么办？就是啊，哥，你也太不孝了。哎呀，都是一家人，没必要因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哎呀，刚才啊，我也是一时着急，有点冲动了。哎，这样吧，小叔子就住下来吧。啊，哎呀，还得是我大嫂啊！我第一次见你啊，就觉得你大气。我哥能娶了你呀，真修了8辈子福气了。哎，那还用说？生生啊，还是你体谅妈。应该的。这个张晓峰跟张硕的关系确实不怎么样，一方面是因为他不学无术，没少坑张硕这个亲哥哥，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这个妈过于偏心小的。果然跟我猜的没错，我之前的58万嫁妆就是被他妈偷偷拿去补贴他弟了，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着急骗下一个。如果是这样，那事情就好办多了。你又想到什么好主意了？之前我那好婆婆在我这吃了那么多亏，肯定不会就此作罢。突然冒出个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的小叔子，明摆着是叫来对付我的。但他算漏了一步，像他们这种唯利是图的人，在利益面前，那点可笑的亲情根本不堪一击。但他算漏了一步，像他们这种唯利是图的人，
在丽丽面前，那点可笑的亲情根本不堪一击。没错，所以你是想让他们狗咬狗最有意思了。这哪来的烟呀？小叔子，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操你这话说的，我不在家抽，在哪抽啊？你想抽去外面抽啊？嫂子，外面是公共场合，公共场合戒烟，这你不会不知道吧？哼，行。哎呦，很不好意思啊，小叔子，家里太干了，我寻思泼点水呢，没把握好角度。怎么了这是？哎呀！妈，他泼我！哎呀妈，我不是故意的，我还想找您说来着。你说这小叔子他在家抽烟，我这还怎么备孕呢？备孕啊？对呀，谁让你在家抽烟的？你给我滚！疼！哎呀，疼！你呀，让你来对付他，没让你来对付我未来的孙子。妈，你到底向着他还是向着我呀？当然是向着你呀。藏好，别让你看。余生是吧？你们是谁？怎么会认识我？开这么贵的车，果然是个有钱人。看来张晓峰那小子没撒谎。张晓峰，你认识就好。他在我们那儿赌输了钱，还欠1万，让我们来找你要。赌输了？哼，谁欠的你们找谁要去啊？我不可能帮他还。不还？看来你是吃硬不吃软了。你们想干什么？我去报警了！快走！你没事吧？没事，不学无术的小叔子，原来还是个烂赌徒。果然一窝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个张晓峰也是个混蛋。估计你那58万就是这么被他输光的。怎么会有这种人？竟然敢让他们来找你要债！我估计他这次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不过，这可能是件好事儿。怎么，你还想让他们来啊？我的意思是烂赌的人永远不要指望他收手。既然他现在已经在悬崖边缘了，那我们为什么推他一把？到时候在利益面前，他们那点可笑的亲情根本不堪一击。我正愁没有反击的机会。你们接过自己老公的电话吗？婆婆明明在家，没必要打电话，除非……喂，是见不得光的人打来的。去洗了，老婆。哦，老公，妈给你打电话干嘛？接通了还不说话？哦，应该是不小心打的，我去问问他。哦，这俩兄弟还真是五毒俱全，那我的计划就更容易实现了。嫂子，救救我！小峰啊，现在真的只有你能救我了。哎呀，怎么了？你别急，慢慢说哈。我欠了100万，他们要我3天之内还钱，不然就100万，慧慧找的人还真是没手下留情。能面谈吗，嫂子？先别告诉我妈，她之前因为这种事已经进过1次医院了。哦，你在哪里啊？我去找你。哎呀，小峰啊！嫂子，你真的要帮我？现在也只能你救我。你先别激动，到底怎么回事啊？之前我让他们去找你要钱，是我不对，你打我骂我都行。还有之前在家里对你态度不好，我给你道歉。行了，这些事我都没放在心上。来坐。我给你道歉。行了，这些事我都没放在心上啊。坐。哎呀。但是小峰啊，你怎么会去赌呢？还不是因为我妈从小就带我上牌桌，我天天看你，自己自甘堕落，还要怪别人没拉住自己。还有我那个哥，打小就跟我不对付，不管我也就罢了，还怂恿我妈别管我，我不就之前输他点钱吗？一点儿，那可是几十万。我知道你有钱这100万对于你来说不算什么，你可一定要帮我呀！我真的是遇到硬茬了，3天之内还不上钱，他们真要我命啊！哎，小峰啊，按理说都是一家人，我不应该坐视不管。但是你也知道，你哥他，之前他就不同意你在家里住，是我极力劝下他呀。
可是后来他跟我说说什么？他说呀，我要是敢拿钱给你，就跟我离婚。他真这么说的？啊，不然上次那1万块，我怎么可能不帮你还？他可是我亲哥呀，没想到他做事这么绝。小峰啊，虽然我也想帮你，但毕竟我跟你哥才是夫妻，他对我又很好。好？什么意思啊？你知不知道，我哥他……不对，如果他俩还我更拿不到钱。既然他已经松口，不如直接拿这事要挟我啊！没什么。小峰，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没事，嫂子，是不是真没什么？嫂子，是不是只要我哥同意，你就肯帮我？当然。但是小峰啊，你哥他最近有点奇怪。最近啊，他回来的越来越晚，还老是有人给他打电话。没事，嫂子，这男人嘛，忙点正常。哦，这样啊。张晓峰，你给我出来！你有病吧？为什么去我公司举报我？我工作都丢了，你知道吗？怎么，你在外面沾花惹草，我还不能替我嫂子出口气了？张晓峰，我可是你哥，你还知道我们是兄弟呢？怎么样，被亲兄弟背刺的感觉不好受吧？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你心里最清楚了。我告诉你，让你丢工作只是一个警告，你要是还敢把事做绝，不给我活路，我就把你为了钱结婚的事捅出去，咱俩谁都别想。瞎搅和什么？原来看狗咬狗这么解气呀！我什么时候不给你？等会儿，什么钱？你又输了多少？哥，不就100万？这点钱对于现在的你来说，不就毛毛雨啊？100万！100万！妈，你，不过是这种下场，也算是便宜你了。喂，大仇已报，明天我就去起诉离婚。不行，你还不能离。之前是你催着我让我离婚，现在又不让我离，为什么？难道他还藏着什么秘密？还是说从一开始他就在骗我？我知道这样做对你来说不公平，但我是真的需要你的帮助，也只有你能帮我。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你帮我把彤彤的抚养权拿过来。啊？所以离婚的时候，彤彤判给了我。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观察你，很有头脑，对付他们一家游刃有余。所以我想，只有你能办成这件事。他们一家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毕竟彤彤也是张硕的亲骨肉。你以为他们是真心想要彤彤吗？他们不过是为了从我这要高额的抚养费，才费尽心力把彤彤抢走。彤彤不过是他们谋取利益的工具。不然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着急催你生孩子？不过是想在你身上故技重施，拿孩子当他们的长期饭票罢了。他们还算是人吗？这种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不对。说起来也怪我，当初跟彤彤妈结婚的时候没做婚检，不知道她有家族遗传的躁郁症。生下孩子之后，她情绪就不怎么稳定了，甚至好几次伤到孩子。彤彤身上现在还有被她烫过的疤。你说谎，彤彤当初没判给你。你说谎，彤彤当初没判给你，是因为你有躁郁症，你甚至还伤过彤彤。我是有躁郁症没错，可我并没有隐瞒过，而且我按时吃药，并且已经控制得很好了。可那段时间，他经常夜不归宿。我要回来了。还知道回来？你又喝酒了，这都连着几天了，你天天半夜才回来，这家对来说到底算什么？我是男人，男人不就应该喝酒应酬吗？怎么？难道非要我天天在家围着你转，鞍前马后伺候你才满意吗？我是这个意思吗？我也是担心你身体。行了，别啰嗦，只会说这些烦不烦啊？那段时间我频繁生气，几乎每天晚上都失眠，情绪一直很不好，甚至忘记了按时吃药，这就复发了。根本跟你说过6点要回家，这都几点了？如果不想回家，你别回了。
没事吧，彤彤？对不起，妈妈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紧接着他就起诉离婚了。怪不得我一直觉得违和。彤彤每次见到你，都对你满满的亲近和信任。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彤彤跟你的关系怎么可能那么好？那彤彤胳膊上的疤肯定也不会是你干的。没错，我就是再不醒醒也绝不可能。那彤彤胳膊上的疤肯定也不会是你干的。没错，我就是再不醒醒也绝不可能伤害彤彤。那个疤明明就是他们母子俩的杰作。阿姨今天请假，我应酬的很晚，你别忘了给彤彤做晚饭啊。知道了。喂，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给我和彤彤做点饭。哎呦，我这刚摸上牌，你们自己做点行了。我哪会做饭啊？让彤彤学着做。一个丫头片子这么大了还不会做饭，以后都找不着婆家。哎妈，哎，我饿了。哎呀，知道了。哎，是这个行啊，自己泡去。我不会。怎么不会？打开，加调料，加热水，明白了吗？是。哎，怎么了？烫着了？哎，你就不能小心点吗？这点事都干不好。让8岁的孩子自己做饭，亏他们想得出来。自己干的破事儿才栽到你的身上，真是个不要脸的。都说虎毒不食子，我本来也以为离婚后他们不会亏待彤彤，但我还是低估了他们的无耻。彤彤的学费、教育费一直是我在出，平时的玩具、衣服也是我在买。除此之外，我每个月还给他们2万当做彤彤的生活费，但这笔钱他们根本没给彤彤花多少。亲妈每月给孩子2万生活费，竟被亲爹吸血。彤彤，你怎么捡别人的垃圾吃呢？我就是想尝尝什么味儿。彤彤，你现在就是长身体的时候，吃太多零食不好的。可我已经好久没吃了，我都快忘记零食是什么味儿了。怎么会呢？你不是有零花钱吗？彤彤，爸爸和奶奶每个月给你多少零花钱？5块。5块？奶奶还说，要是不听话，连这5块都没有。1个月5块钱，他们打发叫花子呢。那是我给彤彤的抚养费，他们自己逍遥，根本不管孩子的死活。怪不得我看彤彤比同龄的孩子都要瘦小，原来是他们根本没好好照顾。抚养权在他们那儿，我只有探视权，所以我根本有心无力。这次要不是你，他们也不可能让彤彤来我这儿。说起来，彤彤之前提醒我，我还误会他。放心吧，彤彤不在意的。其实彤彤挺喜欢你的，第一次见完你，他就说你对他很温柔，肯定是个善良的人。小孩子的直觉很准的。这孩子，所以我是真的希望你能帮我。我知道我这样是有些自私，帮这个忙我一定帮，真的。慧慧，且不说是你和彤彤帮我认清这一家人，及时把我从泥潭拉了出来，这个恩我必须报。就算我是不相关的陌生人，知道了他们干的这些畜生行径，肯定也不会坐视不管的。婶婶，谢谢你。但想要回抚养权，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确实很难，除非他自愿放弃。对付这种人，还是得拿他们的利益开刀。但是他怎么可能？也不是没有办法，没有把柄，我们可以创造把柄。你觉得给他送钱，他会不要吗？但是想要这盘棋下赢，我们还需要一个人的帮助。谁啊？俊。爸。怎么还要记得你有个爸？爸，别生气啦，我这不是给你道歉来了吗？给我道什么歉？我不是那个什么阻碍了你幸福的罪人吗？哎呀，爸，那都是当时说的气话。这个世界上呀，最爱我的只有您啦。真是拿你没有办法。他人呢？怎么就你自己来了？爸，其实我来就是为了他。
你该不是想让我帮你那个二婚的凤凰男老公吧？是想让……混蛋，竟然敢骗我闺女！他们不仅想分走我的钱，还想设计我怀孕，给他们家传宗接代。我从小捧在手心里的宝贝，竟然也敢算计，他们是活腻了！我这就找他们去。哎，现在还不是时候。哎呀，放心吧，我肯定会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都怪我把你保护的太好，不知道人间的险恶。当初我就看这小子不是什么好鸟，但是你非要嫁。哎呀，爸，吃一堑才能长一智嘛，起码我已经成长了。当务之急是要先把仇报。说吧，你要爸爸怎么帮你？很简单，您只需要陪我演场戏。妈，喝点汤吧。您从医院回来之后啊，都没怎么吃过东西。喝不下去，小峰这个臭小子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啊？100万，他怎么敢呢？这个兔崽子那天之后就跑没影了，也不知道躲哪儿去了。哎呀，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他能出什么事儿？妈，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不能那么惯着他。现在好了，闯出大祸来了。再大，可有你闯的祸大了。哎呦，我哪知道会这样啊！你就是……哎，行了，别说了，妈已经够伤心了，别再气她了。哎，你跟我来。怎么了，老婆？刚刚就看你情绪不太好。如果你是因为小峰的事，不是因为小峰，你也知道，能用钱解决的事儿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事儿。不是小峰，那是我爸。爸他怎么了？我爸他得癌了。啊？怎么会呢？爸身体不是挺好的吗？其实他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你也知道，他对咱俩的事儿一直有意见。我就赌气一直没跟他联系，直到今天我接到他电话，他说他最近实在不舒服，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是肺癌。哎呀，都怪我知道爸不喜欢我，可我也不该这么久不去看他，我这个女婿当的太失职了。你别这样，他的病又不是你造成的，我早就劝他注意身体，是他自己非不听。你说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给我钱又有什么用？我能高兴得起来吗？爸给你钱了？对呀，我想要的是这500万嘛，我只想要他健健康康。500万发财了，老公，你没事吧？对呀，爸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老婆，这钱咱不能要，得留着给爸看病啊。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他说他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总要给我点保底钱。老公，还有件事儿得跟你说一下。什么事儿？按理说咱们是夫妻，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但你也知道我爸这人，哎，这笔钱啊，他签了赠与协议，指定是给我一个人的。这个老东西快死了还这么精。老公，你知道我这人对钱不在乎的，跟你说也是怕瞒着你会影响我们的感情。没事的，老婆，爸这么做也是应该的。再说了，我也不是那种看重钱的人，还不了解我吗？500万！妈，小点声。500万啊！你还等什么呢？赶紧跟他离婚分钱！哪有那么简单啊？那老头子精明的很，防了我一手，给他闺女立了赠与协议，这钱怕是到不了咱手上。唉，没事儿，老头子再精明也没用，他那个女儿是个十足的恋爱脑，蠢得很。儿子，你好好哄哄他，这钱他还能不给吗？话是这么说，可他爸现在这种情况，我直接开口要钱会引起他的怀疑吧？就是这样才得要。你那老丈人眼看着就要不行了，万一到时候又立个什么遗嘱，把财产全都留给他闺女，那咱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怎么，你真要拿一辈子跟他耗啊？你可别忘了，跟他结婚是为了什么？我没忘，他要长相没长相，要身材没身材，要不是看中他的家底，我压根不可能委屈自己娶她。
这就对了，咱们也不贪，与其被动干等夜长梦多，不如趁现在这500万在他手上，能捞多少是多少，落袋才为安。有了这个钱，老二也不用在外边东躲西藏了。妈，你说的对，不能再等了，我得好好想想，找个借口把这笔钱稳稳的套出来。这才对嘛，男人就得果断。拿500万当诱饵，鱼果然咬。慢点啊，老婆。老公啊，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怪晒的。老婆，你觉得我们在这儿开一家健身房怎么样？健身房啊？这里是商业区，周围还有不少公寓，人流量大，而且大部分是年轻人，对健身的需求应该会比较大，开个健身房挺合适的。哎呀，不愧是我老婆，专业啊！怎么，你想开啊？老婆，其实我盘算很久了，这男人总归还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总不能一辈子给别人打工吧。老公啊，我觉得你说的对，当年啊，爸就是白手起。老婆，爸这一路走来确实不容易，但现在不比当年，机遇没那么多，干什么不需要成本呢？所以我想跟你借点钱当启动资金。你说什么？我就这么一说，你别多想。我的意思是啊，夫妻之间还说什么借不借的？你想创业，我当然会支持。20万够不够？这个位置的铺面一年租金也就10万，再加上器械之类的，20万应该绰绰有余啊。一个铺面哪够啊？我是想租下这一整层。我已经考察过了，现在普通的健身房根本没有竞争力，要开咱们就要开高档的健身中心。为了多要点钱，还真是能编。老婆，高投入才有高回报嘛，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是啊，舍不得。到了，钱到账了！已经发了，这下真发了，儿子，我们有钱了。下一步赶紧把婚离了，不然等他反过味儿来，发现这钱我没用来开店。我回来了。老婆，累了吧？钱都在咱手上了，干嘛还用对他低三下四？回来啦，生生，过来给我捶捶腿。啊？您刚刚是在跟我说话吗，妈？不然呢？我最近忙里忙外的伺候你们，都累成什么样了？你这个当儿媳妇的看不见吗？老公。是啊，老婆，妈最近确实出了不少力。果然有了钱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啊！没问题，确实是我疏忽了，我在这给您按压。哎呀，不好意思啊，妈，我这没拿捏好力道。你也知道我不会这些。行了，要你有什么用？老婆，有些话我其实想说很久了，你对我妈有时候真的很不尊重。这变脸的速度真是比翻书还快。生生啊，你们家是有钱，但我们家又不贪图这些。张硕真心想和你过日子，所以妈才对你处处忍让。之前理解你娇生惯养，但说句不好听的，亲家公现在这个情况，你也该长大了。老婆，其实妈说这些也是为了你好。你们不用说了，我都懂。其实这些话我爸也刚跟我说过啊。我爸还说他有话想跟你说。我？爸，喝点水。哎呀，真是老天不长眼呢！你说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就会……哎呀，世事无常嘛，人这辈子谁能料到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爸，我跟您道个歉，也是我疏忽了，一直没来看你。不要说这些，我要是你，我也不想来。张硕啊，爸，之前我一直不同意生生嫁给你，对你的态度也一直不是很好。但病了之后，我想通了很多事儿。人这一辈子短短几十年，不应该留遗憾。我闺女能嫁给一个自己真心喜欢的人，比什么门当户对重要多了。爸，这生病身边需要有人照顾，我才发现我闺女真的是被我娇惯坏了，什么都不会。生生这孩子呀，
人品没得说，但过日子确实差点火候。你说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我这点家产怎么放心交给你？哎呀，爸，我可以学嘛。对了，听说你在创业是吗？啊，对。你的计划生生跟我说了，我觉得你很有上进心，敢想敢干，有我当年的影子。哎，您过奖了吧？男人有事业心是好事儿，我这点生意虽然不算大，但只要能维持住，保你们后半辈子衣食无忧没有问题。所以我想把所有公司股份还有名下的不动产全部交给你和生生一起打理，你觉得怎么样？那当然好啊，他们小两口齐心协力。所以我想把所有公司股份还有名下的不动产全部交给你和生生一起打理。爸，我等一下，我有话要说。怎么了？你不同意吗？哎呀，爸，我怎么会不同意呢？我100%支持您的决定。我只是觉得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简简单单的口头交接呢？对，还是你想的周全，是我欠考虑。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一天不如一天，不知道还能撑多久。交接的事儿不能拖，避免生出不必要的麻烦。是。这样，明天你们直接来公司，我召集公司所有股东，正式宣布交接。对，还是亲家公考虑的周到，这样最稳妥，明明白白。以后他们小两口打理公司也名正言顺，再好不过了。爸，您这么信任我。那你应该感谢生生，是他信任你，我才信任你。老婆，谢谢你。怎么这回真的要飞黄腾达了，彻底翻身当人上人了？这个老顽固之前一直看我不顺眼，百般刁难，临死前总算做了个明白事儿。等顺利接手公司之后，你再慢慢的把实权抓在自己手里，等架空了这个余生，就把他一脚踹了，再给妈找一个温柔听话的好儿媳妇儿。放心吧，妈，到时候啊，您想要什么样的儿媳妇，咱找不着。看到他们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我就来气，怎么会有这么无耻的人？没必要为这种自私又贪婪的蠢货生气，反而拉低我们的身份。放心吧，他们现在笑得有多灿烂，明天哭的就会有多难看。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他们美梦破碎、一无所有的样子。哎呀，儿子，以后这里可就是咱们说了算了，妈可得天天来这儿喝茶享福。没问题。妈，我爸说他一会儿就来。没事，我们不急。他这身体，你们应该也能理解。当然能理解。哟，都在这儿呢。小福，你怎么会在这儿？哥，瞧你这话说的，你这马上都要发财了，我不得在这儿啊？你怎么知道？妈，你跟他说了。我就是想把这好消息跟他说一下，我也没想到他就直接过来了。差点忘了，还有这尊大佛。哥，我可是你亲兄弟啊，为了钱我在外边东躲西藏的，你在这美美坐收家产，这对吗？这说吧，到底想干什么？我也不多要，2成股份。哼，做什么梦呢？赶紧回家去，别在这丢人现眼。我走。嘿，今天少1分我都不走，我就坐在这儿。哎，我看谁敢让我走，我就不走。不走是吧？保安，这里有人闹事儿，给他赶走。你别拉我，你这个人做事这么绝，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对我？嫂子，他娶你就是为了钱。张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他胡说八道呢，你别当真。对呀，老婆，他是什么？对呀，老婆，他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他瞎编呢。瞎编？不见得吧？你怎么也在这儿？这没你的事，你赶紧带孩子走。你当初那么骗我，我当然要把你干的好事说清楚。张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生生啊，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当初张硕跟他离婚，他怀恨在心，今天就是来捣乱的，想挑拨咱们之间的关系。挑拨？打着结婚的幌子算计别人的钱，这都是你们干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挑拨吗？你胡说！我什么时候算计过你的钱？哼，
我看你这脸皮还真不是一般的厚，住着我的房子，开着我的车，拿着我的58万嫁妆去填你们家的破窟窿，离婚的时候还妄想分走我一半财产，你们哪里没算计？你少在这泼脏水！陈慧慧，这些都是你的一面之词，根本没有可信度。你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吗？浪费时间在这听你胡编乱造，就知道你们不会认。那我再问问你们，我每月给你们2万的抚养费，你们只给孩子5块零花钱，也是我的一面之词吗？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没必要在这说。别碰我！行，咱俩的事暂且不说，那你一模一样的招数又用在他的身上，总可以说一说吧？你，陈慧慧，你嫉妒我和我老婆感情好，我能理解。但你以为你信口胡诌，我老婆就会信吗？我可没胡说，我有证据。证据在哪儿呢？有本事你就拿出来，口口白。证据在哪儿呢？有本事你就拿出来，口口白牙，谁不会说啊？我就是证据啊！我就是他的证据。哎呀，别闹了，老婆。你看我像是在跟你闹吗？张硕，你们干的所有勾当，我全都一清二楚。你怎么会？所以你跟他一开始就是一伙的 ？Bingo， 答对了。也就是说，你早就开始怀疑我了？不是怀疑，是坚信。你就是个人渣。生生啊，你别被这个女人给蛊惑了，肯定都是误会。误会？婚前当着我的面转账5万买3斤，转头就换成假货。结婚的床上4件套，你们都舍不得用新的，给我用别人睡过的。婚房是你前妻的个人房产，你刻意隐瞒骗我说是你全款买的。还有你，婚前偷偷把我们家订好的高档婚宴换成低档的，差价揣进自己腰包，还悄悄换掉婚礼上的收款码，私吞我们家的份子钱。你真以为这些我不知道吗？还有更多龌龊事，需要我一一说出来吗？你们一家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子。是，我就是骗了你又怎么样？既然你早就知道了，干嘛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演这么久的戏？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当然是因为我不想轻易放过你们，我要让你们彻彻底底付出代价。代价？女生，你骗我们，你爸根本就没病。不然呢？我要是不装病，又怎么能炸出你们母子俩的真面目？假的，全是假的。基于我们家的东西，你们也配？你阴我？阴你？你哪来脸说这种话？我女儿当初什么都不图你，甚至为了嫁你不惜给我翻脸，她全心全意对你。而你呢？你怎么对她的？她当初糊涂，才会看上你这个满心算计的骗子。听话，别再耗着，今天就去把婚离了。离婚？行啊，我早就想离了。生生还没，别急。对，离就离，谁怕谁啊？一切都按程序走，婚内财产全部平分，我儿子该拿的一分都不能少。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别废话了，走啊！现在就去民政局。还想分财产，你们也配？没事吧，儿子？你凭什么打我儿子？我干什么呢？哎妈！行，你们家有钱有势，我惹不起，但我也不怕你们。你别忘了，我手上可还有你自愿给我的几百万，就算离婚，这笔钱我照样能分一半，我也不吃亏。对呀，儿子，离，现在就跟他去离。等一下，怎么又舍不得我了？别做梦。怎么又舍不得我了？别做梦了，我是想告诉你，这笔钱你得原封不动的还回来。凭什么？你少吓唬人，这钱在我们手上就是我们的钱。凭我手上有这个，别忘了，这钱是你们骗来的。就是这样才得要。你那老丈人眼看着就要不行了，万一到时候又立个什么遗嘱，把财产全都留给他闺女，那咱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怎么，你真要拿一辈子跟他耗啊？你可别忘了，跟他结婚是为了什么？我没忘，
他要长相没长相，要身材没身材，要不是看中他的家底，我压根不可能委屈自己娶她。这就对了，咱们也不贪，与其被动干等夜长梦多，不如趁现在这500万在他手上，能捞多少是多少，落袋才为安。妈，你说的对，不能再等了，我得好好想想，找个借口把这笔钱稳稳的套出来。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同意把钱给你？但凡我想追究，就这个数额，绝对够你喝一壶。怎么办呀，儿子？我要进去了。老婆，我知道错了，老婆，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我什么都不要了，你放我一马行不行？好，那你可能还得求求别人。慧，我跟你道歉，之前的一切都是我不对。你看在彤彤的份上，你就原谅我好不好？是呀，慧慧，他好歹是孩子的爸爸，是呀，慧慧，他好歹是孩子的爸爸，你可不能这么无情。彤彤，你说呢？彤彤，跟你妈说一声，原谅爸爸好不好？不要！你这个小白眼狼，我们供你吃供你喝，把你养了这么大，对你的好你全都忘了是不是？你们对我才不好，妈妈给我的生活费你们全都拿走，还不给我做饭，嫌我吃的多。每次我想见妈妈，你们都不让我见，还跟我说妈妈的坏话，我才不要原谅你们。没事了，彤彤，以后再也不会有这些委屈了，妈妈一直都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你们都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你们自作自受，是你们应得的报应。是时候了。其实我也可以放你们一马，真的，但是有几个条件。你说，第一，把钱还回来；第二，你净身出户。我答应你。还有一个条件，你们把孩子还给慧慧。算了，答应吧，儿子，先保自己。好，我答应你。我女儿长大了。那明天早上9点，民政局见。好。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谢谢你。要是没有你帮我，我根本要不回彤彤，说不定这辈子都走不出这段噩梦。不用客气，你不是也帮了我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坏人得到惩罚，我们能安稳过日子，这就是最好的结果。现在我们母女终于能安安稳稳待在一起，不用再提心吊胆，也不用再被那些糟心事纠缠了。以后我每天都能陪着妈妈睡觉，每天都能吃到妈妈做的饭，再也不用回奶奶家了，对不对？没错。想想这一切，真跟做了场梦一样。房子跟车子我也都收回来了，说到底，走到今天这个下场，都是他们自己活该。妈妈，爸爸现在过得很辛苦吗？辛苦，但都是他应该的。是爸爸自己做错了事儿，那他就要承担后果，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彤彤不用多想。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我吃的太快了。不是你这儿，我怎么吃啊？我给您赔钱，您千万别给差评。会写赶紧的吧。喂，妈。老大呀，你可得救救你弟呀！他偷人家东西被抓了。妈，我现在都自顾不暇了，还怎么管他？我待会儿就把你的医药费打过去啊。我知道了，做错事就要自己承担后果。那我以后还能来找珊珊阿姨玩吗？当然啦，彤彤和珊珊阿姨可是好朋友。那拉钩，拉钩。